嗨，各位小朋友，准备好了吗？今天我们要来听一个超级可爱的故事哦。故事的主角是一只叫做小果的小狗狗，它还有一个很酷的筑梦工房呢。你们想不想知道一只小狗狗啊，它是怎么自己盖出一栋房子的？听起来是不是很厉害？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认识这位超特别的朋友，它是一只非常非常聪明的小狗狗，它的名字就叫做小果。好，我们故事的第一个部分就叫做城堡的梦想。小果是怎么会突然想要盖自己的房子呢？这一切啊，都要从一个神奇的乐高城堡开始说起哦。原来啊，小果的主人他最喜欢玩乐高积木了。有一天，他盖了一座超级漂亮的城堡，然后呢，就把小果轻轻地放了进去。就在那个时候，一个小小的亮晶晶的梦想就在小果的心里面嘣发芽了。哇，你们想想看，躲在那个小小的城堡里，感觉一定超级安全又好温暖哦。小果心里就在想，天哪，如果我也有一个这样子的家，那该有多棒啊！所以他下定决心，他也要盖一个完完全全属于自己的城堡。可是啊，小朋友，你们想想看，小果马上就遇到一个大问题了，他没有手对不对？狗狗只有4只可爱的小脚掌，还有一个嘴巴。那这样子要怎么盖房子啊？这真的是一个超级大的挑战呢。虽然听起来很困难，但是我们的小果啊，它可不是一只会随便放弃的狗狗哦。它马上就开始到处找盖房子的材料。不过啊，它的前3次尝试好像，都不太顺利耶。小果真的试了好多次哦。你看，他第一次是用沙子，可是沙子软绵绵的，根本堆不起来，一直滑下来，噗，还弄得他满嘴都是呸呸呸，一定不好吃。然后啊，他又试着用树枝，可是你看，树枝中间有好多缝隙，风都从洞里面嘘嘘嘘的吹进来，这样一点都不保暖。最后，他找到了泥土，但是闻起来有点臭臭的，而且他还发现里面住着好多可爱的蚯蚓宝宝。小果很善良，他不想打扰蚯蚓们的家。虽然失败了3次，但小果有没有放弃？没有，他还是没有放弃哦。他继续东找找西闻闻，鼻子到处嗅啊嗅的。终于，皇天不负苦心狗，他发现了一个最棒、最完美的盖房子材料。小朋友们，你们猜猜看，那是什么呢？没错，答案就是石头，对不对？小果发现石头硬硬的、重重的，很坚固，这样就不会被风吹倒了嘛。而且它又干干净净的，不会粘得到处都是。哇，这简直是太棒了！小果心想，就是它了。所以啊，从那天开始，我们的小果就变成了一个超级勤劳的小建筑师哦。他每天跟主人出去散步的时候，都会用他的嘴巴嘿咻嘿咻地1颗2颗，很努力的把石头一颗一颗搬回家。来，小朋友呢，我们来猜猜看，你们觉得小果总共搬了几颗石头回家啊？答案是188颗哇塞！你们想想看，用嘴巴一颗一颗叼，竟然叼了188颗是不是超级多？我们的小果真的好有毅力哦！终于，皇天不负苦心狗，小狗用它辛苦搬回来的每一颗石头，在自己的小床旁边盖起了一道好高好坚固的石墙。他看着自己的这个杰作，心里一定觉得超级骄傲的，而且好有安全感哦。现在啊，这就是他的专属城堡，一个谁都不能来打扰的秘密基地。耶，小果成功了，他有自己的城堡喽。不过呢，这个新城堡好像也带来了一个，可以说是快乐的烦恼吧，一个可爱的小麻烦。那到底是什么麻烦呢？啊哈，原来是他把墙壁盖得太高了。你们看，小果每次要回家睡觉的时候，都得先后退几步，然后奋力一跳，嘿呦，才能跳进去。哎呀，有时候还会跳不过去，撞到墙壁，真的是太辛苦了。就在小果每天这样努力跳高高的时候啊，它的主人其实都把这一切看在眼里。主人好像明白了什么事情哦，而接下来发生的这一件事，才真正让小果知道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安全感。
看到我们的小果这么努力的想要一个自己的家，他的家人呢，就决定要送他一个超级无敌棒的礼物。当当，你们看，是一个真正又温暖的木头狗屋。这个时候，小果看一看他自己盖的石墙，虽然很坚固了，可是摸起来冰冰冷冷的。然后他再看看主人送给他的新家，是用温暖的木头做的，还有一个小小的门，可以让他轻松地走进去。他突然之间就懂了，这个新家啊，不只是安全而已，里面还有好多好多的爱。小果终于明白了，原来这个世界上最能给他安全感的东西，其实不是一道冰冷的石头墙，而是主人那个温暖的抱抱，还有家人的爱。这就是小果的故事，听完是不是觉得心里暖暖的呢？所以小朋友们也要记得哦，这个世界上最温暖、最安全的家，就是充满爱的地方，就是有爸爸妈妈和所有爱你的人在的地方。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故事，晚安喽。